范闲到底死了没有？啊！从你脱更开始，每个人都问我同样的问题。万众期待的《庆余年2》终于上线了，一开播就冲碎了热搜，预约人数更是达到了1800万。故事开始就是高能，小范被5年前捅来的剑正中腰子，严冰云只是做了个医美，就送走了第一主角，尸体更是被放在草堆上。只因担心费界查出剑伤，严冰云准备来一个毁尸灭迹。火光燃尽后，小范就只剩这点排骨渣了。范闲死了，尸体已经烧了，严冰云背后出剑，暗算得逞。严冰云杀范闲，很快范闲的死讯就传回了皇宫，但每个人的反应都尽不相同。作为小范生父庆帝伤心不已，硬是绕着皇宫跑了8圈，而陈萍萍差点摔成8级残障。来不及伤心的他，迅速召集人手以备对策。陈萍萍不愧是暗夜之王，手下门徒更是3000。范闲一死，他立马意识到局势会陷入混乱。传陈萍萍。可萍萍并没有去见庆帝，而是先去找了范简。在得知儿子死后，范简老泪纵横，他怒斥萍萍的失职。如果不是他撤走黑气，或许范闲还有一线生机。虽然范闲只是养子，但老范真把他当成了继承人。你们不要他，我要带我儿子回家，把我儿子还给我。但如果他知道王启年在耍剑，自己的儿子在吃烧鸡，不知会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。其实小范在离开京都前就收到过师兄给的假死套装，这腰带不但逼真 Q 弹，还能控制出血速度，绝对是居家旅行装死伴怂的最佳选择。可当小范再次回到庆国，这里的画风却突然大变，城门口居然有人立牌坊，老百姓甘愿交钱买香，像是在祭奠某位大人物。小范十分不解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死后才会享受这种待遇？大庆栋梁范安之之灵也姓范，范安之谁啊？我呀。大人字安之啊，难不成是同名同姓？更离谱的是，当年小范下马的地方竟然也成了打卡点，据说祭拜之人都能高中状元。这还派姻缘？冷静！殊不知城门还只是开胃菜。小范走到城内才发现，走卒贩夫都在打着他的旗号带货。真是小范祭天财力无边，这波营销直接把老王看傻了眼，甚至小范的名作《红楼》竟然也出大结局了，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老王给小范安排了一间豪华大间，既隐蔽又安全。这个院子白天绝对舒适，但到了晚上你就自求多福吧。菜刀洗头，暗箭刺腰，什么动静？有刺客！让我家夫人防歹人设的啊！为了不打扰夫人休息，妻管严老王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这头一次见回家跟进了鬼子雷区一样，不得已老王只能背着小范进了女儿房间。天亮时，王启年的女儿来到小范房间，她萌萌哒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即便是心机啵小范看到她也放下了所有戒备。小女孩跟她的爹一样热情，还送给小范一个煮鸡蛋，但她的名字却又是那么的出人意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。王夫人说女儿家就应该有点王霸之气，这样日后才能成大器。为了吃上一口五花肉，她居然套小范的话，在绕了地球2圈后，居然成了小范想吃五花肉。有道理。那你想吃五花肉吗？想啊。娘，怎么了？叔叔想吃五花肉。不得不说这个细节很赞，跟第一季老王说小女爱吃五花肉给连上了。但很快二皇子就收到了密信，他早已料到是关于范闲的，于是叫范无咎给念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陈萍萍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件，双方都指向了一个目标严冰云。范建立马意识到儿子可能还没死，但牌面还是要做足，家里该办的白事不要停，一切只为小范扫除路障。唯有若若安定自若。在得知范闲死后，他不但没有伤心，而且还把大哥所有书籍都拿出来晒了一遍，因为他相信，因为我哥就不会死，这是人就会死啊。没错，但我哥不会。女人刚要换衣服就被油腻男捂住了嘴巴。女人本想呼叫，不料对方却拿出了银条，还说要给她引荐一位富家公子。这位啊，赵公子。小范大人，哎，小赵，我见过你。其实桑文与范闲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是在司礼里的花船会上。那倒是有缘。听说大人死了。我也听说了。节哀。可奇怪的是，桑文把银票还给了他，还一语道破他此行的目标，这让范闲有点不知所措。因为来此之前他还闯了一趟皇宫，其目的就是让侍卫逮住，然后把他移交给庆德。各位不必惊慌，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刺客而已。当管事的侯公公赶到，一眼就认出了大孝子范闲，殊不知他也是范闲计划的一环。只要侯公公肯帮忙传话，见到庆帝就好办多了。但庆帝此时正怒火中烧，没有谁愿意这时候去撞枪口，于是他好言相劝：顺着原路出宫，我老奴就当没见过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很快范闲就遇见了他的院长父亲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在使团回京前，唯有范闲见驾才有活命机会。陈萍萍知道，侯公公也知道，但最终还是陈萍萍扛下了所有。可是我现在根本就见不到他，我可以试着去劝一劝，是生是死，
答案我知道。为了提高谈判的筹码，范闲送了一张图纸给庆帝，甚至还把神庙的秘密透露出来。这次是下足了血本。接下来千年的狐狸开始玩聊斋，陈萍萍先是把范闲痛骂了一顿，然后又开始为范闲说好话。庆帝一言不发，就静静地看着他表演。萍萍见庆帝无动于衷，于是把图纸拿了出来。眼力劲不错的侯公公算是搭上线了，陈萍萍都开了口，他自然愿意做个顺水人情。你也有事吗？真够推。庆帝表面上毫不在意，但萍萍一走，他就等不及要看图纸了。可打开一看，就发现了天打雷劈的一幕，竟然是范闲为他设计的复合弓模型。庆帝心中的闷气算是消了一半。随后范闲前来觐见，可他认怂的态度熟练的让人可怜。他还把出使北齐的事说了个遍，还表示自己是假死迫不得已。本以为把二皇子勾结北齐的事抖出来，庆帝至少会震撼一下，但至始至终庆帝都没有看他一眼。无奈他只能放出终极大招。神庙之所在，就在极北之地。本想用秘境试探庆帝的真实想法，不料却收到了新年祝福。当然他也不会放过太子，用他来牵制二皇子是最好不过的，但太子一开始是拒绝的。你不都出使北齐了吗？我人都站这儿，我看不见。什么是好太子？不知道才是好太子啊！直到范闲把二皇子的事抖出来，太子像吃到了惊天大瓜，他又怎么会错过绊倒二哥的机会？跟范闲合作注定了双赢，如此一来，范闲就可以抽出身来寻找滕氏。当然，陈萍萍身为暗夜之王，帮他找到滕氏也并非难事。可问题是有庆帝看着，他也不好插手。现如今范闲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滕氏被关在抱月楼，但这个地方有钱也进不去，还要特殊颁发的凭证。你可以理解成超级 VIP， 但要获得 VIP 也只有一条途径，就是去参加诗仙大会。只要说出你的梦想，评委就会为你转身。像这些臭鸟蛋烂番茄一看就没戏，但范闲却认为此事没有这么简单，这看起来更像是引他现身的布局，恐怕是个陷阱，瓮中捉鳖，捉你。但抱月楼的东家是谁，迄今是个谜。即便范闲想托关系也找不到门道。可王嫂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有位姑娘与启年相熟，绝不可能。桑文姑娘。说起桑文，是老王之前贩卖胭脂认识的，但范闲觉得他们关系应该没这么简单。又卖给他一把古琴，还卖过什么？我见了大人之后啊，往往就只卖命。不料王嫂一个套话，直接问出了老王心里的秘密。如今桑文姑娘便在抱月楼。他只做唱曲名家，他不会。接下来就是他单膝跪榴莲不看也罢，男人的尊严都被他败光了。桑文之所以不要范闲银条，就是想求他帮忙赎身。抱月楼强抢民女屡见不鲜，桑文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。作为回报，他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范闲，其中就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：城南卖菜的老金，他女儿正被关押在里面。如果能找到他，就能问出滕氏的下落。这是庆余年2里最惨的角色，被人卖入青楼不说，榨干价值后就被活活打死。范闲本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救他出来，但抱月楼的水实在太深，为了查清里面的猫腻，范闲跳上了一辆马车，本打算躲在菜筐里混进去，但里面却藏了一个老头。范闲无奈只能钻进另一个，跟老头拼车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原来老头的女儿被人抓进了抱月楼，为了见女儿一面，他甚至参加了追思大会，别人都骂他为老不尊，但谁又知道他的用心良苦。范闲正为进不了抱月楼而发愁，可老金的出现让事情迎来了转机。他先是给了老金一笔钱，让他进去为女儿赎身，顺道打探下滕氏的下落。我呀是在利用，不是帮你啊。不是有了银子我也进不去，这进门要门铁。我帮你解决。有了范闲的指点，老金犹如尸仙附体，咔咔一顿操作，最后再掏出范闲写好的诗句，简直跟范闲写的一毛一样，顿时引来台下一片喝彩。就这样，老金投全票通，拿到了进入抱月楼的腰牌。他喜上颜开，像是看到了曙光，兴冲冲地走进了楼中。二皇子搞追思引范闲入局，但没想到他却棋高一招。可二皇子并没有放弃，反而打起了王启年妻女的主意。只要拿捏了王启年，找到范闲就指日可待了。但他却忽视了王启年的虎豹之女。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我懂，娘你放心，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可话音未落，王家就被大军围住，看样子是朝不保夕了。等老王回来的时候，妻儿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此刻他已焦急如焚，但老金头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心如死灰地从抱月楼走出来，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范闲交代他的事情。他说新来被关起来的他都见过，没有带儿子的。您放心，您找的那个人他不在抱月楼。期间老金头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，抱月楼的大东家明天会来查账，但他的女儿就没这么幸运了。500两赎金变成了见面费，1万两白银才是赎人金。不仅如此，老金头还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，再加上一连串的变故，他终于被无尽的黑暗所吞噬，惨死在了抱月楼门口。收拾报关，闹轻伤，赔多少银子，咱们都认。护院们冲刷着地上的血迹，但刷不走他们内心的邪恶。在这庆国帝都天子脚下，王法是什么，天理又是什么？似乎没有人在意。范闲暗暗发誓要让正义得到伸张，让罪恶得到审判。
为首的管事别看他人美心善，实际上干着强抢民女、逼良为娼的勾当，每天给姑娘们言传说教培训上岗。其中桑文算是识相的，由于天生假笑形象好，很快就取得了圆梦赏识，特别好。而那些不听话的姑娘就被他关在后院无情鞭打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与宫里的戴公公蛇鼠一窝。戴公公巧立名目压榨老金，还把他的女儿送去抱月楼抵债。说到底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但要端掉抱月楼，就必须引二皇子入局，再加上王启年妻儿失踪。于是范闲将计就计，派老王打入敌人内部，并把自己的行踪散布出去。到时候你就到我这边来，他出多少，我照跟。谢殿下，为了试探老王的忠心，二皇子竟要他给自己穿小鞋。老王忍辱负重，假戏真做。他还跪求二皇子事成后饶范闲一命。此等忠心让二皇子对他说的话更深信不疑。而范闲已恭候多时，他磨起一把挥洒在桑文琴上，一番眼神交流后，假笑女孩开始整活。乐师们说着后院的八卦，可正当他们说起位置时，抱月楼的大东家却闯了进来。但他对漂亮姑娘没有一点兴趣，唯独对这个账本很是上头。这愣着干嘛？怎么不走啊？你都打我架啊？只是没想到抱月楼的大东家居然是范闲的小老弟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要打一家人了。原著里的小哲对绑架略知一二，但这里他是真的不知情。再次看到死去多年的大哥，范思哲激动的都说不会话了。这话，你是抱月楼的东家？男人刚抬头就发现了诡异的事，死了多年的哥哥居然活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死不了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怎么感觉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？小点声。只因弟弟经营了一家青楼，哥哥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看，二话没说就送上了无影脚，接着蒙上枕头一拳又一拳，但这还不够，最后送上一个大耳光才算解气。弟弟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好好开门做生意，怎么就惹到了这个煞神。弟弟走到楼下准备摇人，可突然又想起了哥哥的话，如果有人知道范闲没死，还出现在了京都，那真的比杀了他还可怕。不是，刚才让他伴我摔一大跤，明天把他给我改成茶具。即便自己被打成猪头，小哲还是选择保护范闲，但范闲却以为弟弟不务正业开青楼，逼良为娼，作恶一方，甚至抓走了童子经的遗孀。可身为东家的小哲对此一无所知，还自认为自己开的风雅之地。不信你看眼前的女人，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，一看就是正儿八经的姑娘。为了考验桑文的情技，小哲让她为自己弹奏一曲，但其实这都是范闲的主意，其目的就是让他揭穿小哲。这抱月楼到底是什么所在？自然是青楼。你是东家，你不应该清楚吗？我是真不知情，这都是袁梦一个人操办的。其实抱月楼还有一个东家，来头非同小可，即是小哲的表弟，也是当朝的三皇子。但尽管如此，也遭不住范闲的混元霹雳者。可就在这时，二皇子却闯了进来，他甚至命人包围了整个青楼。听说范闲在此，他比谁都兴奋，眼看逃不过，范闲索性叫老弟开门迎客，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。这是困了吧？睡会儿。这是驴踢的。虽然二皇子极力掩饰自己，但范闲早就看出了北齐路上的伏击都是出自二皇子跟长公主的策划。可二皇子却倒打一钉耙，说范闲玩假死欺君罪无可恕。他之所以能找到范闲的行踪，全是拿捏了老王的妻女，但到头来他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，他甚至不知道老王妻女长什么样。最终二皇子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意图：两条路，要不然和解，要不然杀你。我不和解。李承泽，咱俩不是一路人，我跟你注定为敌。正当二皇子准备杀人灭口时，京都府的人却闯了进来，看样子人数不比二皇子的少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单凭范闲的能力，又怎么能调来京都府侍卫呢？唯一能解释通的，那就是太子爷也掺和了进来。这下抱月楼可真的热闹，但老二似乎并不给太子面子，而是捏住范闲的欺君名头大做文章。眼前这位是陈二哥，你可别吓我，我这眼前哪有人啊？但即便二皇子角度刁钻，太子都说自己耳聋眼瞎，不知道他是假傻还是真聪明。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范闲设的局。他先是让老王把消息透露给太子，然后用自己做诱饵，又带着二皇子过来抓人，只是为难了老王这个碟中谍。就算是二皇子也直呼内行。王庆连，你这坑蒙拐骗挺自然，把我都给骗了，平时没少干吧？王某一向都是洁身自好。二皇子今天算是遇到硬茬了，不但要应付心机眼范闲，还要对付他那高高在上的皇兄。为此兄弟俩还吵了起来。但抱月楼的二东家是你这长身体的弟弟，这二东家也是你长身体的弟弟。其实袁梦就是二皇子的人，这抱月楼的幕后大佬就是他。但一个皇子去开青楼，还干一些下三滥的事，太子肯定不会放过踩他一脚的机会。面对太子的揭穿，二皇子只能认栽。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？看人真准，我还真是。
把滕家母子送回住处。但二皇子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这让范闲有点吃不消。他先利用圆梦来坑范思哲，又让人送信抓滕氏母女，本想拿范闲一个欺君之罪，但现在却答应放人。他做这么多究竟图什么？范闲想不明白，太子更想不明白。这个二皇子行事诡异，从不按套路出牌。当然，他有自己的小算盘要打。贸易罗这出戏才刚刚开始，只有他以为他赢了，等王几年了，他倒是真把我给骗了。美女突然发现死去多年的男人活了过来。范闲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公主见过我。美女虽然表面镇定，但其实内心慌得一批，就连倒茶的手也开始抖了起来。她本是北齐大公主，只因一面之缘，她就记下了范闲的容貌。说到底，北齐与范闲还有利益往来，他们并不想看到范闲出意外。为了给自己圆谎，范闲竟然要教公主做事，举手投足间全是心眼。我也不会啊。公主放心，挺简单的。我教你啊！公主谎称大宗师来袭，他们的使团面临巨大危机，因为有范闲以命相搏，大家才能保全性命。只是可怜四顾剑一集都没演，却成了名副其实的背锅侠。众人都在质疑为什么范闲还没死，唯有他自己安然自若。其实以他的聪明编个理由信手拈来，说到底就是为了避开大宗师抢夺文运继承。王启年说的有理有据，完全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就这样，范闲名正言顺的复活，一切为了秦国。唯有严冰云深藏功与名，他对范闲的事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多谢啊！通过我的手你死了，通过我的嘴你又活了。范闲，没下次了。但范闲刚上路，又遇到了一个老熟人。为了迎接使团归朝，庆帝竟派出了自己的心腹辛弃物。但范闲只关心庆帝有没有判他欺君之罪。在一番旁敲侧听后，他却得到了一个更尴尬的消息：大皇子今天也归京，而且很快他们就会碰上。那是真巧。大皇子的骑兵亲卫待会儿就到，所以到时候两队人马挤在城外，不太好看。老辛不愧是朝堂红人，深知为人处世之道。现在事先过来通报，既不得罪范闲，也不得罪大皇子，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北齐大公主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北齐的脸还往哪里搁？于是范闲添油加醋的跟大公主说了一番，最终还是跟大皇子挤到了一起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陈王统，敢与皇子抢答，胆量不小，却未免愚蠢了些。即便被大皇子当场识破，但范闲还是假装无辜。试问谁还不是个皇子？可范闲刚回宫，就拿二皇子开了刀。当初范闲在北齐找到的线索，就是二皇子参与了走私，这气得庆帝直接打翻了饭碗。其实，在赶上使团前，谢必安就追杀过范闲。谢必安，我都死这么多天了，你还跟着使团给我手头气呢？杀他，让他再死一次！对面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，而范闲就2人一马，这一战注定不平凡。甚至还没动2下，范闲的马车就被削掉了头盖骨。但好在范闲不是泛泛之辈，论武功才学都远在谢必安之上。2人打得有来有回，谁也不惯着谁，直到把范闲的马车逼到了悬崖。本以为能抓住范闲，不料他却发了疯一样砍断缰绳。反正有主角光环，我看死不了。一套丝滑的马踏飞燕，直接把范闲拉了过去。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，回吧。眼看使团就在山下，离京也不到100里，谢必安自知再冲杀下去只有死路一条，不甘心的他只能放弃这次追捕。但很快范闲就追上了使团大军，一跃而上跳了过去，手下抱着他的骨灰念念不舍。但他却上演了一出大变活人。为了跟庆国联姻，北齐竟派出了大公主随行，而他要嫁的大皇子常年在外征战，从他身上的伤疤不难看出，此人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战火创伤。但很快他回朝的消息就传到了二皇子的耳朵，听闻大哥要回来，他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，反而忧心忡忡，眉头紧锁。为了给大哥找点事做，他又想到了一个鬼点子，吩咐下去，巧合也好，修路也罢，总之让这2队走同一个城门。也正是二皇子的助攻，让范闲跟大皇子结下了梁子。在玩弄诡计方面，二皇子说自己第2，没人敢称第1，只因在朝堂说错一句话，男人就被打得屁滚尿流。但奇怪的是，他还要说声谢谢。谢陛下恩赐廷杖。庆帝每次在家宴上都会叫上范闲，而对出征归来的大皇子却不闻不问，就连身份尊贵的皇后也没资格参加他们的 party。庆帝本想听听范闲在北齐的收获，但不料他却要撞到二皇子。北齐锦衣卫常年与我庆国有走私往来，而我方行此事者就是长公主与二皇子。见庆帝发怒，太子却帮老二说起了话，表面上是做给庆帝看，但实际上就是想把这汤水搅浑。臣与姑姑从没做过愧对庆国的事情，可小范大人如此人物，若没实证，怎会妄言？老二言外之意没有实证就是污蔑皇室，这招反杀打得范闲措手不及。除了沈仲的话，范闲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老二私通敌国，再加上沈仲以死人证也不了，单凭范闲一句话，又怎么能说服庆帝去处罚皇子呢？你是什么人？
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即便范闲亮明了提司身份，但还是被庆帝把腰牌丢进了湖里。可庆帝既没说撤他的职，也没说罚他的罪。更奇怪的是，二皇子竟给范闲说起了情，殊不知他的阴招更损，直接求庆帝赐婚靖王之子，而对象就是范闲的妹妹范若。你倒是很会出奇兵，这门婚事朕准了。为此，庆帝还给范闲封了个一等男爵，只是回旋镖立马又飞回了二皇子手里。你这么喜欢喜庆，叶仲的女儿叶灵儿与你非常般配，朕把她赐给你了。我与叶灵儿也并不熟悉。庆帝谁也不惯着，给了范闲一颗甜枣，也打了二皇子一个巴掌，但范闲依旧不依不挠，不查二皇子难平他心中的冤屈。你查无实证，一片虚言，不查哪有实证？庆帝一语道破天机，范闲如醍醐灌顶，瞬间来了精神。不是停账了吗？怎么好了？然而就在范闲进宫前，二皇子曾耍过阴招破坏路见，竟把大皇子跟范闲堵在城门。那谁先进城谁后进城，就成了彰显身份的至关点。其目的就是让范闲与大皇子结仇，但这次他却漏算了一个人。大殿下这样是想让本宫等在城外，不许入城吗？说大皇子为难女人和盟。大公主这军将的不错，但对于只会打仗的大皇子毫无作用。双方剑拔弩张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但范闲却悠然自得，像极了吃瓜群众。殿下的家事儿，陈皇上吗？二皇子不愧是拿捏人心的好手，谁要是后进城，铁定颜面尽失。为此，双方争得不可开交。可突然天空刮起了妖风，将士们的战马瞬间受惊，竟形成了冲杀之势。今天不死几个人，看来是无法让这场冲突停止了。但好在太子及时赶到，不然场面真的无法收拾了。见到太子驾到，即便身为大哥，大皇子也得下马行礼。常年在外征战，都瘦了，哥。抱抱。大哥手握重兵，倘若太子能登上皇位，还得仰仗大哥罩着。他拉拢人心的手段看似温和，实则充满了心机与算计。但现在谁先进城又成了世纪难题。范闲大皇子都在等太子的答案。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那可不是吗？还是太子做主吧。太子若有所思，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。他一边拉着大哥的手笑若桃花，一边搂住范闲的腰喜气洋洋。最终两边都没有得罪，这个家没有太子那都得散。看着太子手握两难，二皇子进退两难，唯有范闲挑衅似的看着他，仿佛在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但二皇子却假惺惺的摸了摸范闲。久未谋面，你瘦了。我刚才看见他也是这么说。他们昨天还在抱月楼碰过面，今天就上演久未谋面。二皇子一套流程严丝合缝，没有半点疏漏。唯有三皇子好像发现了不对劲，他看着范闲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竟一下躲在了大哥身后，甚至还向大哥告了状，说范闲打过他。但这样一来，范闲跟二皇子在抱月楼的那点勾当就要当场被戳穿了。可范闲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就堵住了三皇子的嘴。请问殿下，我在哪儿把你打晕的？就在报什么？三皇子当然不敢说出口，一个皇子竟然去开青楼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得被老爸给手撕了。抱歉啊，我记错了。只是可怜了铁憨憨的大哥，被4个小弟骗得团团转，5年不见甚是想念。鸡腿姑娘终于出场了。真搞不懂你，想见就见呗，干嘛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？眼下时局，他应该专心做他自己的事儿。终于知道望穿秋水这个词怎么写了，林婉儿的眼神就能诠释一切。范闲在得到庆帝赦免后，马不停蹄的就跑了过来，可惜等待他的不是婉儿，而是叶灵儿。他甚至把自己想跟范闲说的话都让灵儿写了下来。第二点，因为第一点，所以他很担心你刚回来会面对很多危险，他希望你能集中精力好好应对。这话都是婉儿说的啊，这都是我理解婉儿说的话。作为回礼，范闲也给婉儿留了几句话，你们要是能加个微信就好了。但灵儿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她既没有范闲这般爱人，也没婉儿这般自由，再加上皇室伺候，她已心烦不已，此刻只想在婉儿这里住上几天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在见完林婉儿后，范闲终于想起他爹了，逮着陈萍萍就是一顿说道，而对于范建却全是赞美之词，这让老范内心乐开了花。可刚一回家，就与妹妹撞了个正着，看样子若若也刚回来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浪迹天涯去了。去了多久？大概1炷香时间吧。其实若若也是为了逃婚，准备连夜扛着火车跑路，但她似乎不怕范闲告状。若若，你是不是不想嫁？不想。哥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想办法。你不想嫁，咱就不嫁。好。为了不让妹妹受委屈，范闲甚至答应带她一起跑，但范思哲犯的错误太大，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。一听到是范思哲出事，若若瞬间就来了神。这么说吧，我差点想把他打死。我经常这么想，我帮你啊。小哲上一秒雍容华贵，下一秒就一个华贵跪倒在地，还没等父亲问话，他就已经认怂。老范身为朝廷重臣，他还是很注意脸面的，自己的儿子逼良为娼，这让他老范家的脸往哪里放？本打算用满清10大酷刑招待小哲，
但哥哥范闲却帮他说了话。说到底，小哲也是受害者，被职业经理人坑惨的 CFO。家庭审判从白天审到了黑夜，最后得出一条结论：范思哲不能再留在庆国。那么多的遇害妇女已经够他枪毙10次了。但范闲只要屈服二皇子，这个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只要我妥协服软，就能过去。那不可能！姨娘这么相信我？什么时候见你服过软呀？接二连三的辩论让范建这位老父亲殚精竭虑。虽然他打小对小哲苛刻严厉，也没有像对范闲那样器重，但他的心里还是有这个儿子。范闲刚才说有些话该当你面讲，马车备好了，你没让我失望。范思哲不愧是我儿子。在去往北齐的路上，范闲交给了他一袋银票。以小哲的商业头脑，肯定是不会饿死的，说不定还能发一笔横财。其实范闲已经给他安排了所有后路，并交代他去找一个叫郭宝坤的人。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，别告诉第2个人。哪能告诉郭宝坤吗？别告诉第3个人。咱说话得严谨。闭嘴。让小哲一个人走，他肯定是不放心的。他还从四处调用了几个大内高手，作为保护小哲的生命保障。哥哥能做到这份上，真的没得说。而这次他又欠严冰云一个人情。可范闲刚回到单位上班，就被安排去了擦石碑。打工人附体的范闲，换谁不得骂2句。唯独陈萍萍躲在暗中发笑。即便王启年一直劝导他，但他还是对庆帝赐婚二皇子耿耿于怀。一旦老二跟叶家完婚，他自然就多了一名大宗师级的敌人。但有金牌调解员陈萍萍在，就没有他安抚不了的情绪。我把这个给你发回来。陛下把他扔到水里，说过要撤你的提司吗？可范闲一心只想扳倒二皇子，匡扶正义，为民发声，但庆帝的意思却含糊不清。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势力，把一处做大做强，才有机会跟二皇子抗衡。但太子就没这么幸运，只因画了一张少女捂脸图，就被皇后一顿责骂，还说他不求上进，只顾玩乐。太子无奈只能把所有画作焚烧殆尽。别看皇后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但二皇子那点勾当他是一清二楚。当太子派人赶到史家镇时，却被二皇子率先一步抹去了证据。那你又何必放火图镇呢？这世上除了疯子，谁会无缘无故做出这种惨绝人寰、卑劣行径？太子此举把黑锅扣在了二皇子头上，别人都说他又傻又天真，但其实他比二皇子更可怕。为了杀掉自己的未婚夫，女人不惜超出了杀猪刀。可好友不但没劝他，反而拿起椅子帮他砸了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可冲动一时，爽是后火葬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范闲就带着礼物去给二皇子道歉。快剑也回来了。我就说这个人太冷漠没礼貌，自然是比不过殿下。为了表示歉意，范闲还特意给他带了一筐云梦鱼，这种南方鱼稀有无比，冰也是从北方边境砸下来的，800里快运才有这么一小筐。可当二皇子打开时，却看到了天打雷劈的银鱼。蒸上这云梦鱼呢？眼看皇帝的新鱼没了，范闲竟邀请二皇子一起去抓。被他这么一折腾，二皇子的脑袋嗡嗡响。殊不知范闲真正的意图，就是想利用他撬开简书司的大门。为首的戴公公知道范闲要查他，索性拿出重金准备贿赂老王。还别说他看人真准，王启年只拿钱不办事。但至于二皇子为什么也在这，戴公公始终都没想明白。这还有点事儿啊！加完钱后，戴公公满怀信心地走入大堂，二皇子张嘴就要买他的鱼，不知道老莫会作何感想。可谢必安刚准备付钱，却被范闲抢了先，他甚至都已经摆好了笔墨，就等着戴公公入账。范闲拉虎皮扯大旗，肯定不是为了买1-2斤咸鱼。他首先确认了戴公公的字迹，果然跟账本上的一毛一样，也就是说，里面的账单都是他亲自写的。现在要拿捏戴公公，犹如瓮中捉鳖。于是范闲找了一些很离谱的理由敲诈勒索。这大战平定，朝中缺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。那咱们庆国人该不该更多的官？该。简书司该不该得罪？该。范闲3言2语就把戴公公忽悠瘸了。反应过来的他这才明白范闲在要钱，难怪这么眼熟，这不就是自己敲诈菜商的那一套吗？就这样，范闲在众目睽睽之下搞到了人生第1桶金。当他往怀里揣的那刻，严冰云瞬间坐不住了，二皇子更是惊掉了下巴，就连一处所有的手下都看得目瞪口呆。范闲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要让所有人掺他一本。辛苦您啊，把这个消息给我散出去。别人诬陷你都是对政敌，你的好比自己挖坑，太多了。被参倒了没人救你。严冰云前脚刚走，范闲就把受贿的银票跟账册拿了出来，并准备交给陈萍萍记录在册。但在经过抱月楼的时候，他又想起了遇害的老金头。上一次这个定格画面，还是范闲看监察院石碑的时候，老金头是被压迫的芸芸众生，也是走投无路的边缘人。更可笑的是，迫害他的戴公公竟然不记得有他这么一个人。身为简书司管事，他贪赃枉法，无恶不作，仗着有舒贵妃罩着大事敛财，把底层百姓逼上了绝路。范闲就是要让公道王法彰显力量，为受屈者主持正义，让公平法治照亮每个角落。可刚回到一处，本应在工作岗位的监察员却3、5桌围着打起了麻将。这是要碰了。眼看被上司抓到现行，男人却极力狡辩，还说主管都请假没来上班，实在没事做才搓起了麻将。本以为范闲会大发雷霆，但不料他却说
接着玩，玩的开心一点。别动，真打算接着玩啊？最后范闲在老邓的嘴里才得知，送来的云梦鱼还牵扯到了兵部，甚至送礼的还有其他6股，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。可范闲却觉得这世道得改改，于是他当机立断提拔亲信，并打算建立自己的势力。那剩余的几位主管，今日不在的，往后就不必在。众人见监察院的天要变了，纷纷前来候命，但没说几句，范闲就把锅甩给了严冰云，还说他杀人不眨眼，手段猛如，比自己厉害的多得多。一顿忽悠下来，众人吓得面面相觑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范闲决定再加一把火，让在座的各位长长记性。监察院是做什么的？求吏治清明，保百姓安宁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的礼不许收。杀疯了，确实是疯了。范闲第一次上朝就遇到摸鱼佬，大殿之上不但有专座，还可以睡觉混工资。一问才得知是3军统帅秦将军。正当他好奇第2把座椅会是谁时，众人却对他行起了大礼。别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不痛别。来人正是当朝宰相林若甫，也就是范闲的老丈人。此人权势滔天，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而第2把座椅就是他的。此时太子跟2皇子也已就位，全朝上下都等着看范闲的笑话，唯独不见陈萍萍跟范简。门外的陈总自带座位，走到哪都能免费升舱，不料陈总的推车却卡住了。殊不知这可是叶青梅用钛合金打造的机械，你是往里面藏什么东西了？这么沉，绝世神兵。但陈总真没骗他，带了2个喷子外加1车弹药，他能不沉吗？好在院种大皇子雪中送炭，成了免费的推手。范闲凭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督察院，在场所有人没有几个看好他，但大皇子是个例外，他还夸范闲是条硬汉。等所有员工都就位时，大老板庆帝才从大殿出来，他不怒自威的气势震慑着所有臣子，一上来就给大臣上了一道硬菜，短短8个字，瞬间仇恨拉满。第一个不服的就是赖明成，他拿出范闲的受贿记录，但范闲却矢口否认。臣无罪可认，臣不知从何说起，确实没有，这怎么承认呢？很快赖总就搬出了行贿人戴公公，而这正中范闲下怀，他就是想借督察院之手斩断2皇子的左膀右臂。为了试探陈萍萍的态度，庆帝提出了一个绝命题。那你看范闲像不像一个贪赃枉法之臣？像。上次说这种话的还是法外狂徒张三，陈总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避嫌，他甚至还说林若甫也有狂徒之想，但秦老将军是当兵之人，没有这么多花花肠子，他逮着范闲就是一顿猛夸，在北秦王城生我大庆战旗，就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看着都觉着过瘾。多谢秦老将军。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，长脸！不出意外的话，范闲勾搭圣女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南秦，不知道婉儿会不会臀搓衣板。戴公公面对铁证被吓得瑟瑟发抖。不仅如此，赖总还查出了简书司贪赃枉法的证据，他们压榨菜农欺上瞒下，光自己的大 house 就有几10栋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于是庆帝送了他一个字：灰飞烟灭。鸭子剑。范闲终于为老金报了血仇，可赖总却揪着3000两不放，但范闲并不惯着他。你怎敢诬陷皇子？殿下是不是也在？范闲偷换概念，成功把仇恨转移到了2皇子身上。无论他说是还是不是，都有包庇范闲的嫌疑。面对范闲的连连逼问，2皇子却以事情不合理为由，暂且观望成功脱身。范闲钓鱼执法骗了戴公公，而3000两他提前报备监察院，所以受贿一说并不成立。简书司只是一个口子。当真？当真。查贪是应该的，但问题是能查多久，敢查多深。范闲要的就是撕开贪腐的黑幕，被范闲这么一击，赖总瞬间上好。我们监察院不敢查的，我们督察院敢查；你们监察院害怕的，我们督察院不怕。陈总见时机成熟，直接拿出贪污名册。由于涉案人员众多，犯案之深已经牵扯到皇子，他才不愿去当出头鸟，反而把本子递给了秦将军。老秦说眼花不识字，递给林相，他却双眼紧闭，可见这烫手山芋人避之而不及。无人敢接这名册，我督察院愿接。2皇子此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这个范闲就是冲他来的，而名单上全是他门下的官员。此时有人出来打圆场劝赖子的，也有人跑出来对他大肆夸赞，马屁直接拍上了天。范闲看时机已到，他准备加上最后一把火。臣向督察院低头认错。就这样，范闲用行动帮蔡农伸了冤，用智谋给自己洗了罪，更是把2皇子逼入了绝境。可他不是在哄爹，就是在哄爹的路上。他那点计谋并没有骗过林相的眼睛。朝堂上站出来为赖总摇旗呐喊的，也正是他的安排。可他并不会用自己的亲信，而是拿太子的人当枪使，既能助范闲，也能让太子跟2皇子结仇。但圣女的瓜他还是当真了。回来这么多天了，也不去看婉儿也。北齐圣女不让你去。下班后，2皇子脸上写满了开心，太子一脸懵逼，更不知哪里得罪了他。对着厨子摔吧，太子这手段犀利。直到新奇物的出现，太子才知道自己还有几个煽风点火的门下。那几个真是我门下？千真万确啊！他们为何跳出来？不是您安排的吗？
我安排个鬼呀！辛芷蕾一出场就成了大哥的女人。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。姐啊，走了。你刚叫我什么？爱听这个，但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，嫂子。范思哲敢这么叫，当然是有理由。范闲给朵朵写的诗，现如今婉儿都会背了，就连枢密院的秦将军也有所耳闻。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，长脸！虽然范闲打赢了朝堂对峙，但他也彻底得罪了二皇子，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更何况是二皇子培育的门徒，这可是将来他登基的根本。这6部9寺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？什么编制？只是朋友，那就没事，交友不慎，不为过吧。二皇子此刻后牙槽都咬碎了，他甚至动了杀掉范闲的念头，于是对范闲一顿威逼利诱，但范闲又哪里吃他这套？就在这时，谢必安一跃而下，让范闲惨死街头也未尝不可。但出来混谁还没几个朋友呢？王启年见情况不对，随即从暗处蹦了出来，但跟谢必安相比，轻功简直惨不忍睹。但很快二皇子的死事鱼贯而出，气氛变得十分诡异。幸好范闲早有准备。这高端的拳斗往往是比谁更会摇人，但二皇子并不打算事把甘休，他甚至查出了范思哲的行踪，势必要把他缉拿归案。可这还远远不够，他甚至要把精心布局的抱月楼打造成范家的集体坟墓。该怎么做？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，没有啊，这不才听说吗？但很快抱月楼圆梦失踪，楼中歌妓更是惨死街头，而死者正是老金的女儿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冲范闲来的。不仅如此，圆梦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了大东家小哲身上，一份递交京都府，一份送往督察院。可对于二皇子来说，杀个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他甚至都不用知道别人的姓名。要不我去查查？算了，无所谓，谁会记得？这只不过是个护卫而已。可死的只是个护卫。每个人都是这句话。但范闲会记得，他为没救下老金头而自责，也为没保护好他的女儿而内疚。可如此一来，更坚定了他扳倒二皇子的决心。很快，督察院就收到了范思哲的罪证。赖明成打算把范府上下都告个遍，他疯起来自己都查无人能挡。可得知消息的庆帝不但没有发，反而找来了太子问话。身为联盟太子，自然是帮范闲说了好话。但庆帝真正想试探的是太子门徒为什么会为赖明成呐喊。他甚至扳断座椅的一角，打算让太子坐下。坐稳当了吗？今后遇事要稳当，做人要稳当，做太子更需要稳当。庆帝这是在告诉他，根基未稳何以坐江山？这个道理太子何尝不知？可他就是喜欢装傻充愣，甚至还跑去皇后那里请示一二，做戏做全套，装傻装到底吗？有时候太聪明也未必招人喜欢。其实太子他什么都知道。林若甫，你猜到了？我知道，陛下也知道。其实你都听懂了，根本没必要来问我。做太子的愚钝，不就是聪慧吗？然而范府已经深陷舆论风波，这让范建头痛不已。但范闲却让老爹声称染病，不去上朝以避风头。可二皇子心系范闲，一刻都不敢懈怠。在得知他生病后，直接安排了太医上门就诊。这招直接打得老范措手不及，唯有姨娘被蒙在鼓里，像极了不明真相的群众。来一下，起码打个招呼啊！没什么没什么。好在老范眼疾手快，金马影帝附体直接扮上了绝症患者，这伸出的舌头比黑木耳还黑，一看就来日无多了。太医一顿把脉诊断下来，坐实了老范中毒的事实，可 AK 都压不住姨娘的嘴。中毒？确实是中毒啊！好糟糕！说起下毒，谁又比得过绝命毒师费解？身为他的亲传弟子，范闲已经把毒运用的淋漓尽致，糊弄太医信手拈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范闲自己却没喝，因为说他中毒，恐怕全南庆没有一个人会信。那大家会不会怀疑这毒是你下的？不可能，儿子给爹下毒，说出去谁信？那还是人吗？也不算。但很快太医就找上范闲，不料他却用锅盖做了个轮椅，直接把自己忽悠瘸了。王启年更是戏精附体，直接绕范闲转了10圈。但这次不是中毒，是重伤不治。他甚至还问太医要520过节费。太医深感这范府邪性异常，愣是找不出一个正常人，于是夹着尾巴就跑了。临走时给范闲开了一个药方，还别说，真是治这种重伤的。对于练武之人，自乱经脉骗过太医问题不大，但他骗不过二皇子。他已经猜到范建的毒就是范闲下，但问题现在谁又信呢？范闲？不会吧？说了你都不信，说出去能有用吗？但范闲不会坐以待毙，为了还击二皇子，他已经让邓子越安排营销号，把圆梦氏抱月楼操盘手跟晋王世子私通的事传播出去，一来可以矫正视听，二来也可以帮若若把婚给退了。你绣了个什么呀？鸳鸯戏水。正是鸳鸯。明明是鸳鸯戏水，他却说鸭子瞪他。范闲一句话就得罪了婉儿，为此婉儿拿他勾搭圣女说事，甚至还背诵了那首绿肥红瘦。范闲看气氛不对，极力狡辩，还说都是职场需要，对朵朵就像对亲娘一样尊敬。他甚至竖起手指就要发誓，这差点劈死车外的王启年。那什么时候给我也写一首？这个有点难。怎么到我这就难了？我想自己写。要等多久？
最好是一辈子。一辈子是吧？范闲刚走进陈萍萍的院子，就看到一只野山鸡。陈总虽是庆国第2权臣，但住的地方却在深山老林，这里的技师众多，宛如天上人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皇帝后花园，这让头一次来的范闲完全摸不着头脑。不仅如此，陈总的音乐品味也是惊世骇俗。天高煮酒杯。此音只有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，不知道腾格尔老师怎么看。先生一曲唱罢扬长而去，任由陈总如何 encore 也无济于事。但今天在场的还有一位嘉宾，秦老将军的儿子秦衡。范闲跟二皇子的党争已经牵连到了庆国权臣，秦衡之所以找他，就是想求范闲网开一面，不要殃及赤玉。秦家虽手握军权，但只效命皇帝，而他们跟皇子走得近，也都是出于人情世故。为此，所有人都以为范闲借贪腐之名针对二皇子，但他真正针对的是贪腐下的王权正法。可说出来谁又信呢？但叶青梅的死忠粉是个例外。那我到底要做什么，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真心查探，不是针对李承泽？让我出个巨蛋。陈总以身作局，引五雷轰顶，为的就是给范闲肃清路障，还说自己揽尽天下之财，生活奢靡无度，说是巨贪一点都不为过。那您自己怎么收场？做你喜欢做的事，天大的麻烦我扛着。此时邓子越的情报已送达，抱月楼行凶的匪徒也抓获，只要他们供出背后主使，范思哲就可以回家了。都说做戏做全套，陈总送了一辆同款轮椅给范闲，但范闲却看上他钛合金的那个。你这把旧的给我。我这把不外接。怎么里边藏了宝贝？有可能吧。切，别再扔出去砸人了。陈总话音未落，范闲瞬间呆住。要知道这事情才刚刚发生，他就知道了内幕，这让范闲对他又多了一份忌惮。可范闲刚回到监察院准备审讯，嫌疑人毛都没掉一根，就爽快的招供了。证词上的条理清晰，动机明确，所有矛头都指向了范闲。二皇子这招以假换真，比真的还真。面对此等局面，范闲已经不用动手审讯了，因为即便把他们打死，答案也是一样的。认了吧。明白，死士。可就在这时，京都府的人却来提人。凶杀案本就是京都府的事，范闲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唯独邓子越焦急万分，他甚至想干掉死士，杀人灭口。做人跟做官一样，要守规矩。放人。很快，二皇子也收到了信息，一切都在按他的计划进行。死士们到了京都府，尝尽了满清10大酷刑，依旧没有招供的意思，跟在监察院的态度截然相反。直到被打得屁股开花，死士们才开口招供。可如此一来，京都府的人更确定范闲就是真凶。如果轻易招供，反而露了马脚。看似毫无关系的审讯，步步充满了心机与算计。但范闲并没有慌，而是去找了老丈人。闲，你的病好了。别告诉别人啊！谁问我都说你的病还没好。都不用范闲开口，林相已经猜到了是二皇子干的好事。眼看好女婿危在旦夕，他不得不帮一把。于是他逮住京都府尹跟二皇子走得近，准备大做文章，并企图蒙混视听。可二皇子何许人也？林相想到了，他也想到了。于是他当机立断，准备把犯人送往刑部。如此一来，既能摆脱自己的嫌疑，也能借刑部之手定了范闲的罪。李承泽，落子够快，他一直是个聪明人。林相也想过在刑部干掉死士，但连续转了3个部门，痕迹太重，根本瞒不过庆帝。现在形势迫在眉睫，林相不得不弃车保帅，让范闲交出弟弟保全这个好女婿。但范闲这种人，宁愿自己死，估计也不会出卖家人。殊不知林相此举意在试探范闲。若是今日我能交出范思哲，未来就也可以牺牲大宝。那留给范闲的就只有一条路，杀人灭口。在死士押运途中，范闲派出杀手准备搞伏击，他们先利用烟雾弹把场面搅混，然后趁乱之际冲散侍卫，最后锁定死士一刀毙命。范闲何尝不知道杀人灭口，更是坐实了自己的罪名。但这次他准备来个偷梁换柱，高达一跃而上，冲破窗户，然后叫同伴搬上事先准备好的羊头。当侍卫揭开面罩时，就看到了天打雷劈的一幕。这不是二皇子门下刀客吗？二皇子做梦也没想到范闲会来这招扭转乾坤。现在是范无救杀人灭口，那他这个幕后主使就难辞其咎。明明是给范闲挖的坑，不料小丑竟是他自己，真是一山不容二虎，一国更不能有2只羊驼呀！海棠朵朵一出手打架，全是黄河路的味道。范无救本想抓回范思哲，遇到朵朵怕是要翻车了。至于吗？士可杀不可辱！若不是九品上镜的朵朵出手，还真没人能从范无救手里抢人。直到这里，我才明白范闲的计谋有多深。范思哲成功打入北齐，才是范闲日后扳倒庆帝的关键。这位未来的天下富家，在财力上会给予范闲最大的后备保障。但范闲不是在哄爹，就是在哄爹的路上。我跟那个海棠朵朵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那你说我信不信？那我这一身清白，我就说不清楚了。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，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。老丈人一顿夸奖，范闲竟无言以对。反观范思哲就社牛多了，甚至还攀上了亲戚。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等会儿，李庄叫我什么？嫂子。都说多个嫂子多条路，范思哲是一点都没见外，他已经认定了朵朵大嫂，甚至对林婉儿还有一些不满。
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，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。AK 都压不住范思哲的嘴，不得已朵朵只能手动闭麦。随后朵朵把他带到庆国岸上，这也正是范闲的意思。里面驻守的正是世间良将郭宝坤。卧龙凤雏终于见面了。严冰云知道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！你再看看我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。宝哥的暗哨除了他自己觉得密不透风，齐国上下无人不知，就连不问世事的苦河也有所耳闻。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，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郭宝坤手里拿的才是宠文具，别的暗哨是查不出，他的暗哨得想方设法让他不露馅。朵朵被夹在中间都快喘不过气了，宝哥还有心思组织暗探塔清。面对范思哲的质疑，他却说：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，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。其实范思哲也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按照范闲的意思，他准备安排宝哥回国见爹。听闻后的宝哥欣喜若狂，连夜收拾行李准备回家。要动作够快，一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不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，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。眼看大聪明要溜了，朵朵也拿不准要不要把他按住。一旦换了别人来，未必有宝哥蠢。可齐地战斗斗只关心范闲红楼的更新进度，对宝哥这种事毫无兴趣。他甚至让朵朵给范闲写信催更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，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而宝哥租上马车赶往边境，他正为这次天衣无缝的计划暗自窃喜，还骂齐国人都是酒囊饭袋。殊不知朵朵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，还安排了侍卫暗中护送。北齐暗探的岁月静好，整个齐国都在负重前行。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国兄所言极是啊。但范无咎就没这么幸运，即便乔装成齐国暗探，拥有雄狮扑兔的气势，谁知道半路会杀出个海棠朵朵。这次任务没有完成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说得不远。眼看范无咎被捕，谢必安深夜探监，还把当下的形势说了出来。范无咎落网就意味着二皇子陷入死局，只要他把二皇子供出来，那基本就可以领盒饭。但范无咎却是个忠心耿耿的人，他宁愿自己扛下所有，也不会出卖二皇子。只是最让他放不下的，就是即将到来的春闱考试。希望谢谢殿下，他至少给过我希望，跟他说谢谢。最后他问谢必安要了一本书，作为死前的最后离别。狂刀战士化身纯欲书生，即便面临死亡还不忘好好学习，只可惜有案底在身不能考。再加上今年春闱的考官是范闲，谢无就怕真的是没有机会了。直到御史被挺杖打死，范闲才彻底看清庆帝的真面目。他不但杀人诛心，还要让范闲重判轻刑。从今往后，督察院都不会跟范闲为伍，有的只是无尽的仇恨。民为重，君为轻这句话在庆帝的字典里完全没有，只因为赖御史仗义直言，就落得万劫不复的下场。当他踏入范府的那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悲惨的命运。监察院之所以独立6部之外，就是不想让政治权力太过集中，但赖总却把手伸进了监察院，这已经触碰到了庆帝的逆鳞。即便他是查案需要，但错就错在他不去找陈萍萍，而是找到了范闲。其他人我不熟，只有你，我刚刚参过你，也算是有来往嘛。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还参我吗？当然要参了。你这是既要参我，还要我帮你。说到底，他也是范闲查探的一把利刃。赖总上门求合作，范闲没有不答应的理由。即便范闲都答应帮他对接卷宗，可赖总还是要参他一把。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怎么了？你病好之后，皓月楼一案，我要参你啊。第二天，文武百官齐聚，督察院正式起诉范闲。可还没等御史开口，范闲却先参起了别人。全是名贵珠宝，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。这个那位是哪位？正是监察院院长陈萍萍。部门经理状告运营总监，还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。范闲之所以这样，就是要让众人看到自己查贪的利益，而并非针对某个羊驼。可面对铁证陈总跟没事人一样，他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了。这些都是陛下赏的。那陈元呢？皇家财产，陛下赐我暂安。陈萍萍随地大小眼，庆帝也就凑合着看。其实，在让范闲参自己之前，他已经写好了剧本，这一切都是做给百官看的。随后，陈总对范家父子发起总攻，还提出降爵的要求，但庆帝并不赞同他的观点。人命关天，查无实证，范家的事儿稍后再说吧。范家最大的罪名就是开青楼，虽然不道德，但也不违法。但皓月楼命案是不争的事实，于是赖总逮住范无咎不放，矛头直指二皇子，但二皇子却矢口否认，还说杀人越货是范无咎的个人行为，与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赖总看他还在狡辩，索性递上了贪污名册。庆帝一看，竟全是二皇子门下，恳请重查二殿下与长公主。不准，走私一案查无实证，纯属揣测，这事儿就到了。对于庆帝来说，查谁都可以，唯独皇室成员不能查。庆帝言语之间已经在给赖总台阶下，可他愣是看不清现实。而他口中唯一的证人范无咎已经口服大力丸，准备去往西天赶考了。老范一路走好，下辈子不要再做羊驼了。
但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不给百官一个交代，怕是说不过去。禁足你半年，自请起身。范闲，臣在。罚俸禄半年。庆帝是懂赏罚的，光脚的罚禁足，钱多的扣薪水。如此结果无一人反对，唯有赖总不服，还说惩罚太轻，需要追加责任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庆帝已经很不爽了。他无奈只能宣布退朝。这是庆帝第2次给赖总台阶下，可他不但没理会，反而把检察院也给参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还参了庆帝一本。杀疯了，确实是疯了。这无疑是对皇权的至高挑战。庆帝已然起了杀心，眼看情况不对，范闲立马跳出来帮忙求情。可范闲不开口也好，他一求情，直接使赖总陷入绝境。范闲未来会继承内库跟监察院，现在又搭上了督察院，这无疑让庆帝心生忌惮。于是赖总必须死。御史一生追求的是什么？唯求青史留名，廷杖能让他们千古留名。即便范闲拼命求情，但庆帝并没有改变主意的想法，反而心生一计坑害范闲。你这么袒护他，好，赖御史的监刑就由你了。这就是挑战无上皇权的下场，即便是叶青梅也不例外。所以赖总的死一点都不奇怪。其实陈总早就看透了庆帝，他就是要让范闲知道庆帝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他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一切，什么公平正义都是狗屁。自从叶青梅死后，陈总就只为复仇而活。现如今叶青梅的遗产被人霸占，唯一的儿子还被人欺负，陈总恨不得现在就掏出喷子干掉庆帝。海棠朵朵一出手打架，全是黄河路的味道。范无咎本想抓回范思哲，遇到朵朵怕是要翻车了。至于吗？是可杀不可辱。若不是九品上镜的朵朵出手，还真没人能从范无咎手里抢。直到这里，我才明白范闲的计谋有多深。范思哲成功打入北齐，才是范闲日后扳倒庆帝的关键。这位未来的天下富甲，在财力上会给予范闲最大的后备保障，但范闲不是在哄爹，就是在哄爹的路上。我跟那个海棠朵朵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那你说我信不信？那我这一身清白，我就说不清楚了。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，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。老丈人一顿夸奖，范闲竟无言以对。反观范思哲就社牛多了，甚至还攀上了亲戚。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嫂子。都说多个嫂子多条路，范思哲是一点都没见外，他已经认定了朵朵大嫂，甚至对林婉儿还有一些不满。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，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。AK 都压不住范思哲的嘴，不得已朵朵只能手动闭麦。随后朵朵把他带到庆国暗哨，这也正是范闲的意思。里面驻守的正是世间良将郭宝坤。卧龙凤雏终于见面了。严冰云知道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！你再看看我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。宝哥的暗哨除了他自己觉得密不透风，齐国上下无人不知，就连不问世事的苦河也有所耳闻。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。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郭宝坤手里拿的才是宠文具，别的暗哨是查不出，他的暗哨得想方设法让他不露馅。朵朵被夹在中间都快喘不过气了，宝哥还有心思组织暗探踏青。面对范思哲的质疑，他却说：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。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。其实范思哲也是带着任务来，按照范闲的意思，他准备安排宝哥回国见爹。听闻后的宝哥欣喜若狂，连夜收拾行李准备回家。要动作够快，一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不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，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。眼看大聪明要溜了，朵朵也拿不准要不要把他按着。一旦换了别人来，未必有宝哥蠢。可齐地战斗斗只关心范闲红楼的更新进度，对宝哥这种事毫无兴趣。他甚至让朵朵给范闲写信催更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，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而宝哥租上马车赶往边境，他正为这次天衣无缝的计划暗自窃喜，还骂齐国人都是酒囊饭袋。殊不知朵朵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，还安排了侍卫暗中护送。北齐暗探的岁月静好，整个齐国都在负重前行。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国兄所言极是啊。但范无咎就没这么幸运，即便乔装成齐国暗探，拥有雄狮扑兔的气势，谁知道半路会杀出个海棠朵朵。这次任务没有完成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说的不远。眼看范无咎被捕，谢必安深夜探监，还把当下的形势说了出来。范无咎落网就意味着二皇子陷入死局，只要他把二皇子供出来，那基本就可以领盒饭。但范无咎却是个忠心耿耿的人，他宁愿自己扛下所有，也不会出卖二皇子。只是最让他放不下的，就是即将到来的春闱考试。替我谢谢殿下，他至少给过我希望，跟他说谢谢。最后他问谢必安要了一本书，作为死前的最后离别。狂刀战士化身纯欲书生，即便面临死亡还不忘好好学习，只可惜有案底在身不能考。再加上今年春闱的考官是范闲，谢无就怕真的是没有机会了。
把老丈人胡子也只有范闲做得出，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实则充满了玄机。林相就是在暗示他提拔自己的门生，他甚至叫谋士筛选名单加塞给范闲，各方势力内定考生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所谓考试，无非就是走个过场，就不能各凭本事吗？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自从范闲考官的身份公开后，来家里送礼的就络绎不绝，不乏有晋王世子这样的权贵，也有新奇物这种朝廷重臣。最让范闲头痛的就是这个辛大人，范闲看到他就跟见到鬼一样避之而不及。但太子比他们聪明得多，他直接走起了后门。这范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没人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范府遭遇变故，说明我们没来过。见范闲没在，太子玩起了范府的加湿器。哈士奇附体的他没几下就把加湿器给拆了，无论他怎么捣鼓也复原不了了。太子这是专程拆家来了。大兄，对不住啊，刚才这东西他不转了，帮猛了。太子头一次来范府，范闲以为他是来塞人的，可他非要说是来劝和的。你跟二哥斗成那样，不得来劝解一二？这是假话，还能再假吗？那真话呢？真话呀！哎，来了！有人喊他吗？心诚则灵。为此，他还给范闲准备了虎鞭鹿茸。其实二皇子的事就是一个谎。接着他掏出一份考生名单，还让范闲打点一二。虽然抄录的事不用范闲操心，但看得出他很不高兴了。直到太子说出这句话，气氛变得更诡异了。哎，史家镇有活口啊，这都听说了。这事儿跟二哥走私有关系，我自然惦记在心。后来怎么样了？那人是个考生，暂时没说，想等着先让他考完。其实太子真正的目的就是来打探史家镇的事，他铺垫了这么久，实则为了欲盖弥彰，打消范闲的怀疑。范闲也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，于是他来到同福客栈，准备探探史产力的。邓子越把考生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册，但问题是现在没在客栈。这会儿人不在客栈，是人正在考院砌墙。寒门子弟都在维修考院赚取生活费，一来可以感受考场气息，二来还能在礼部尚书这露个脸。就连郭尚书也干起了苦力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却一动不动，像个木头。一看才得知他在打卡留念，以表自己的丰功伟绩。很快，范闲就打扮成书生的模样，还跟史产力套起了近乎。咱们见过的呀，史兄是不是住在同福客栈？那倒是，家在边境，史家镇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那天醉酒，咱们聊过几句啊。那晚我喝多了，没记事儿。四不两直，范闲算是玩明白了。可突然史产力又发现了不对劲，拆下来的旧砖价值连城，而新砖却以次充好。之前用的木头是金丝楠木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现在补上的却是普通木材。侯继常见状，立马打断他的话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尚书的脸往哪放？可不料又冲出来一个莽汉。为何视而不见？以次充好，说没有贪官作祟。我等读书之人，明德之理，怎可视若无睹？小生信。没头脑不高兴，爱操心凑一块，但其实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，就是在尚书面前留下好感，方便在会考时让人多看一眼。身为寒门学子，他们能做的就是这么卑微。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。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全阅。底层的新生直接打懵了范闲，他万万没想到偌大的庆国科举考试竟如此腐朽不堪。一向追求公平的范闲又岂会忍气吞声？他势必要为学子们讨一份公道。可到了郭尚书这儿，他却听到了一个更震惊的消息：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？什么意思？在这个名册上都将会沦为废稿。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？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。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，谁能录用啊？这些拼命干活的学子，在郭尚书这里啥都不是，没一个入得了正戏。但范闲不一样，他拿起花名册直接焚烧殆尽，因为在范闲眼里，这不是审判别人命运的准则，更不是剥夺他人机会的借口。多少人为了这次考试日夜奋斗，10年寒窗只为求一纸功名，他们有错吗？错的只是这个腐朽的制度。庆余年的卧龙凤雏终于回国了，是不是有些尴尬？是不是有些味儿大？你俩要不洗洗都臭了。宝哥不但不尴尬，还第一时间把潜伏日记交给范闲。他说你叫我来是为了救我爹性命。春闱将至，我有监督职责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春闱有许多禁忌，我不太清楚。我也不清楚。你爹曾是礼部尚书，看见你，你爹才能放心。其实范闲在二皇子下套前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之策，而让宝哥回国也是在他的计划之内。因为只有见到儿子，前礼部尚书才有帮范闲的可能。郭攸之虽属于太子一派，但实际却听令长公主李云瑞。可此时在刑部看到范闲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范闲，怎么老夫命是不是当绝了？直到看到乖儿子郭宝坤，他的神情才有所缓和。但很快他又想到了什么。爹，我来了，爹。你终于还是漏网了。爹，刑次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。得知真相的老郭泪流满面，一顿夸奖差点把范闲忽悠去了。为了让老爸吃得放心住得安心，宝哥把自己在北齐的光辉事迹都说了一遍。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？掌管一众按他主持密报收集，我潜伏至今毫无破绽。北齐这是要亡了？
那倒也不至于。真是天不生我，郭宝坤暗叹万古如长夜。老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直到此刻他都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姨娘。范思哲突然回家，姨娘竟以为自己是见了鬼了。你怎么白天就来了？白天不行吗？范思哲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明明只是出差了几天，回来就多了一个灵位。阎王更是对了一夜的账，愣不知道香火是烧给谁的。但姨娘却思子成灾，哪怕是美梦，她也不想醒来。娘，真不是梦。直到范思哲被打得嗷嗷大叫，姨娘这才明白，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不过话说，姨娘你抽自己就好了，抽范思哲是为什么呢？但有了宝哥的求情，即便之前是政敌，老郭还是决定帮范闲一把。他不愧是尚书出身，一眼就看出了册子有问题。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，细则之外的规矩，这上面可没提啊。那他们就是要害你，很明显是现任尚书给范闲下的套子。好在范闲门下并无考生，为此避免了大部分麻烦。可老郭一语中的，他跟杨万里等人有过交往，甚至还把酒言欢，在别人眼里已经是范闲的门徒。即便范闲没有营私舞弊的打算，但二皇子要的就是这个。在此大做文章必是致命一击，唯有宝哥看不清事情好坏得失，一直追着老郭问个不停。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，会有人帮他做。为什么要帮他？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？我朝春雷跟北齐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头快要裂开了。可范闲刚回到家，姨娘却对他行起了大礼，无论范思哲怎么拦都拦不住。一问才得知，姨娘不想小哲去北齐，所以求范闲帮忙。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，确实不过分，但范思哲却厌倦了京都婉儿的柔弱，挂念北齐朵朵的强悍，他非要去北齐发展不可。最重要的是可以赚更多的钱，因为一旦范闲掌管内库，跟北齐通商的事，范思哲自然能顺理成章的接上。反正交给你，我是放心，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？您认同意吗？我也想看你长大嘛。要不是范闲拦住，小哲恨不得立马扛着火车就出发。但春闱过后就是范闲大婚，于是他想留老弟喝杯喜酒再走，总得留条活路吧。没了你，大不了往上再找一个。师伯说的对，师伯想想气。只因为学子打抱不平，范闲彻底得罪老丈人，在浑噩的世界清醒就是原罪。但范闲跟所有人都不同，他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公平。学子们跋山涉水奔赴京城，对他们来说不光光是一次考试，更多的是一种希望与寄托。当然范闲也质疑过自己，为什么要为毫无相关的人抱不平。面对权贵递来的名单，他也想过随波逐流，直到看到泉州的杨万里，他找到了想要的答案。外面饿殍遍野，这边是朝堂党争，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泉州哥虽是寒门出生，但性格直爽，才学不凡，跟范闲一样，他看不惯这个腐朽的世道。世间总会有人热血未凉，以己之身燃灯前行。范闲就是想给这些人一个公平的机会，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。如果这都要被扼杀，那有用之才将永远被埋没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，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所有权贵们都在质疑范闲，唯有陈总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，也只有他清楚范闲想要什么，因为他跟叶青梅实在是太像了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闯多大的祸我来接。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，还有人比我能挡箭，天下第一挡箭牌。范闲要拒绝所有人的加塞，他只能找庆帝当挡箭牌。深夜范闲入宫，这个点皇宫早已宵禁，但在路上他又遇到了宫统领，这不免引起了老公的注意。一问才得知是范闲主动求见的，而庆帝竟破天荒答应了。当然他也是懂人情世故，听说庆帝被王炸了，还特意熬制了烧伤药送给他。随后范闲说出了自己的诉求：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。对于赖明成的死，你是不是心有怨气？是，不该有。是，你倒挺坦诚，这剑朕给你挡了。范闲没想到庆帝会这么爽快答应，作为代价他却叫亲儿子上药。把药给朕敷上。与此同时，二皇子也收到了消息，而给他传消息的正是宫统领。虽然不知道谈话内容，但二皇子已经猜到一二。说什么无关紧要，范闲在陛下眼中过于看重了。有了庆帝的挡箭牌，范闲完全可以放手一搏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太子已经猜到了大概，所以主动把名单给撕了。可刚走出宫门，范闲又被秦衡给拦住了。不用猜，他也是来塞名单的。于是范闲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。不论谁的名单，我都不接。昨晚陛下召见，可就是为了此事。陛下可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什么都没猜。但范闲这点伎俩完全逃不过林相的眼睛。以林相对庆帝的了解，他草蛇灰线，福脉千里，心思永远都让人看不懂。之所以答应范闲，无非是让他在都城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这不是陛下的手段，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。
师伯真是了解陛下。但让林相想不通的就是这个乖女婿的动机是什么？其实我就是想，哪怕就一次也好，让这春闱科举有法可依，有理可循。难道你就不怕？怕呀，这不拿陛下顶多了吗？一次就好，哪怕就一次。虽然范闲说了很多现代词汇，林相也听不明白，但他的诚意却打动了老丈人。于是他撕掉了自己手里的名单，让范闲没有了后顾之忧。然而郭尚书也把春闱细则交给了范闲，该写的他都写进去了，确实没有一点疏漏。他甚至亲自丈量考监，只是不知道郭尚书的手表是哪里买的，是用来算计范闲的吗？直到谢必安的出现，我就知道此人并不简单。郭尚书宁愿得罪林相，也不敢违抗二皇子，原因竟是他也有把柄在二皇子手里。殿下说了，那都是往年的废旧账册。禁足之后，当亲自登门致谢上书，顺便把那些废纸都一并烧个干净。加油，雄起！范闲第一次当考官就遇到了辣手的事。为了防止考生夹带小抄，礼部在门口放置了箩筐，所有书籍纸条都要上交于此。一旦进场后被发现，将取消资格并一生不得录用。但很快一个考生就发现了什么，我眼花了，这不是跟咱们聊天的那位公子吗？他竟是小范世先，真是他！殊不知他的这个举动已经被礼部尚书暗中圈杀。由于会考要3天3夜，大部分考生都是自带干粮。为了防止有人作弊，士兵们会挨个检查行李。可怪就怪在别人都没事，偏偏在杨万里这儿查到了小抄，这很明显是冲范闲来的。即便小杨矢口否认自己作弊，但郭尚书又怎么会放过他？小范大人，这不是你的门生吗？学生不是，我作证，杨兄才学非凡，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。其实二皇子早就盯上了这几个人，他还想一口气诬陷4个，但郭尚书也不傻，一下诬陷4个狗都不信。于是谢必安就随便挑了一，只是可怜了泉州哥成了倒霉蛋。即便范闲知道是栽赃陷害，但身为主考官，他也只能按规矩办事。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春闱资格，赶出考院，礼部记大，永不录用。不是我准备的。就在两人发生争执时，事情却迎来了转机。旁边的一个士兵突然跪下，还说是自己做的手脚，而他的理由更是惊世骇俗。为什么呀？在下从小读不进书，没前程可言，心里不平，就想坑个学生玩玩。那怎么又站出来了？突然良心发现了，小人好惭愧。你先闭嘴。好嘞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此时范闲心里总算有了底，他还要求打开小抄验明真身。可郭尚书念出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全场都震惊了。肉饼2钱1个，面饼1钱2个。这饼价也是圣贤定的。就这样，泉州哥保住了考试资格。但范闲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个侍卫为什么要帮自己说话？一问才得知是老丈人安排的应急措施。林相不愧为百官之首，二皇子的那点蝇营狗苟，在他这里完全不够看。其实谢必安在学子过龙门桥时，就对泉州哥做了手脚，以至于无人发现异常。但这仅仅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3天会考，范闲都要提防二皇子的明枪暗箭。鼓声响起，考试正式开始。学子们用智慧和激情点燃梦想的火焰，在此打出666的人，家人逢考必过金榜题名。此时提着箱子的士兵从考场走过，这瞬间吸引了范闲的注意。打开后才发现是夜晚给考生用的蜡烛。想要你身败名裂，必须是大麻烦，而这第一件事就是火。正如老郭所说，蜡烛上布满了火油，如果几千号房间同时起火，烧了皇宫大院不说，还会让所有试卷化为灰烬，此等重罪，范闲想不身败名裂都难。但郭尚书的手册里却只字未提，而这正是他为范闲挖的坑。好在有老郭提点，范闲事先就准备好了蜡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郭尚书准备了一张进货单。当郭征打开时，却看到了天打雷劈的一幕。这春闱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，那这火烛之前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。火烛之价钱呢，可以给你减上1成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范闲还特意录了一段 VCR。郭尚书，这几日啊，范某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您猜怎么着？光这菜不吉利啊！用我检察院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，都算到范某头上。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，您说好不好呀？郭尚书现在是骑虎难下，一旦范闲深究自己的蜡烛，那肯定是要出大问题。他无奈只能含泪付下巨款。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？还有运费呢。可范闲刚躲过一坑，下一个坑又给他挖好了。然而给考生准备的大水缸里面的水味狗都不合，喝完后的范闲才发现水早已腐坏变质。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，即使饮用也为防火。若是这水有问题，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。好在范闲早有准备，他已经让一处带了矿泉水，只要把水缸一换就大功告成。现如今水患火灾都已排除，但范闲还是不放心。他一直在想还有什么地方疏忽了，但王启年的一句话却提醒了他。这是干什么去？这是出大功去茅房的。二皇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竟然连茅坑都不放。好人好事不留名，还请叫我红领巾。什么巾？红领巾。科考修茅坑也只有范闲干得出。二皇子在里面放了火油，再加上甲烷跟氨气，学子们一旦入厕必定葬身尸海。好在范闲发现及时，把郭尚书的金丝楠木拿来修厕所。
那是金丝楠，是金砖，见什么茅厕？人他可以出，材料得由礼部出。去呀！此举既合律法，也不犯规矩。郭尚书有苦说不出，二皇子更是怀疑到了人生。眼看范闲水火不进，他已经猜到有礼部的人指点，至于是谁，他还没想明白。可谢必安还想搞一波破坏，但还是被二皇子拦下了。3天后，范闲总算熬到了考生交卷，本以为到这就安全了，但真正的黑幕才刚刚开始。胡明抄录本是防作弊的手段，考官会把所有名字用纸条糊住，但只要礼部的人在这做手脚，范闲将防不胜防。于是他连夜赶来监工，不给他们一丝机会。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，该如何行事啊？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！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？长短不一也是标记。被范闲这么一嚷嚷，原本想作弊的官员瞬间丢了魂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范闲决定把超级 buff 叠满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，毕竟谁也不想死。开个玩笑，各位好好工作。从考试到阅卷，范闲全程追踪。同福四子除了石产力，其他均已上榜，尤其是泉州哥文采超群。只是可怜范闲熬了3天3夜，一下没控制住，倒头就睡了。但让范闲没想到的是，考卷在送往库房却被人做了手脚，杨万里的试卷直接被人调包，李鬼变成了李逵。但很快范闲就在榜单上发现了端倪，上面并没有泉州哥的名字。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，但名字改了。要个公平，这么难吗？可怪就怪在除了泉州哥被顶替，其他人一切正常。被改的名字正是太子门下。范闲当机立断，兵分2路，一路让邓子越围住礼部，自己则去找太子一问究竟。可太子不但没有隐瞒，还毫无避讳地承认了自己门生。的确是我门生，但是我说此事与我无关，你信吗？当然信。要是殿下做的，绝不可能只换一人。看得准。要说太子做手脚，鬼都不信。顶风作案又只针对杨万里，分明就是有人想挑拨他们的关系，而最大利益得者就是二皇子。但问题这并不是二皇子干的，这让整个局面看起来更扑朔迷离了。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？扑朔迷离，瞧不清。然而礼部面对监察院执法，不但没有退让，反而咄咄逼人。要是以前的邓子越可能就陪笑了事，但如今不一样。有了范闲这座靠山，他试着拾回从前的自己。那个一腔热血的邓子越，他回来了。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？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。但想要彻底解决这事，范闲还得去找一个人。庆帝似乎早有准备，就等着范闲往炮里钻。他甚至把历来的舞弊案也拿了出来。到底该插多深？该插多狠？该插多严？不敢啊！到现在也没人敢查。臣胆大妄为，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，你受得了吗？臣自己接着。别人不敢管的范闲管，别人不敢查的范闲查。庆帝就是拿捏住了他这点，把他当刀使，为自己扫清路障。范闲本想利用庆帝做挡箭牌，反过来还捡了个烫手山芋，要得罪多少人没人知道。但范闲注定在孤城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说到底，庆帝才是最老辣的狐。等了5年，范闲终于要结婚了。范闲该完婚了。我跟婉儿婚事，你还想换一个人不成？不换，就婉儿。长公主微微一笑，寓意深长。内库的接盘侠终于来了，她甚至还给范闲送了几箱账本。李云瑞不坑死女婿，誓不罢休。不仅如此，所有人都对这场婚礼虎视眈眈，更有杀手从江南杀往京都，而杀人者的手法跟婉儿二哥的死如出一辙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五竹叔是要出山了。当然，皇后也没歇着，她比谁都想拉拢范闲，葫芦里的药比二皇子还猛烈。反观二皇子就诚恳多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不会破坏他们的婚礼。当然，我说到做到，你放心，这场婚礼一定会很热闹的。但春闱放榜迫在眉睫，范闲已无暇顾及其他，他只能让王启年来手抄金榜。可老王为了省事，竟打算在皇榜上修改了事。好在邓子越拦住了他，涂抹乱改确实有违公信，于是老王不得不手抄一份。只是被他这么一搞，金榜上不只有了喜气，还多了一丝脚气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另一边的学子早已恭候多时，对他们来说这一刻是那么的神圣。而今年放榜跳过礼部，由监察院亲自督办，可谓史无前例。这无疑增加了朝廷的公信力，就连被冒名顶替的也赶了回来。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！你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？谁呀？小范大人是陛下。陛下连夜执笔，亲自改的名字。监察院扛着皇榜，威严又庄重，学子们欢声雀跃，瞬间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所有的路都不白走。此刻打出666的我，家人逢考必入，高考金榜题名。很快，一名学子在榜单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接着泉州哥也榜上有名。这第5名，上去靠前！历史榜单，这就是不分高低，都一样的，想喊就喊出来吧！
考了一辈子的李老头喜极而泣，终于在他有生之年科举高中。这次春闱不论身份不论地位，只要是真才实学，都得到了公平的对待。这一切都是范闲坚持的结果，是他让世人看到了希望之光。中了！来福4子3人高中，唯有石产力榜上无名，这让他难免有点失落。高中后的几人自然是想拜入范闲门下，只是与往日不同，这次显得拘谨了很多。上回可不知道您是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也是人，小范大人不是人。见3人如此有诚意，范闲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。红道中人惺惺相惜，他还送了一份为官之礼，虽然只有短短8个字，但做官先做人，言简意赅，寓意深长。范闲之所以没有把史家镇的事告诉他，就是怕耽误他考试。只是春闱没过家也没了，对小史来说无疑是双重打击。可很快范闲又遇到了新麻烦，上次拜干爹的贺公子，这次却来举报春闱舞弊，女人的丈夫被人冒名顶替夺了官身，最后含恨而亡。而主谋位高权重，无人能喊。那位害死你夫君的高官是谁？夺我夫君性命的是当朝宰相林若虎。此话一出，范闲瞬间失神，无论是真是假，他都骑虎难下，左右为难。前面才赶走丈母娘，这下又要查老丈人。无尘啊！但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个案子。既然要公平，那就公平到底。这次他找来严冰云一同协办。由于事发在外地，需联名大理寺、京都府等相关部门，看似简单的案子，实则充满了算计。严冰云也看出了其中端倪，还决定自己接手，让范闲脱身。追查春闱舞弊是陛下钦定的差事，我无处可退。你觉得林相这案子，陛下事先知道？别这么想，太危险。为了弄清真相，范闲找到了老丈人，可他站了半天，愣是没说一个字。最后还是林相开了口，他似乎早已知晓一切。杀人灭口是吧？听说了。是您吗？林相竟然也要下线，婉儿兄妹恪守相送。如他这般权势，也难逃厄运算计。从范闲接手春闱起，就已经注定了老丈人的命运。最后的推手更是深藏不露，无形中就把林相挤出了政治舞台。春闱顶替本是司空见惯，林相也干过这种事，但还没到杀人灭口的地步。很明显是有人诬陷他，并借范闲之手出之而后快。所以杀人灭口是您安排的？没有。陛下才把查处往日春闱的差事交给，命案就送上门来，可真巧。很快，严冰云在护送苦主的路上就遇到了兰姐。大胆妇人，何等身份，竟敢与相爷为敌？特今日被报。只是没想到是林府的袁先生，此人潜伏多年未见异常，今天却跳出来帮林相出头。表面上看忠心耿耿，但实际却是火上浇油。林相坐实了杀人灭口的罪名。他究竟是谁的案子？已经不重要。袁先生可谓双面间谍，甚至是多面间谍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就被黑旗盯上，但黑旗并没有动手，而是在等待命令，伺机而动。老袁此行的目的地是信阳，这足以说明他的主子就是长公主。范闲前面查案，长公主背地下逃，这似乎没有一点毛病。这局面了，林相还能自保？他有的是选。可林相是个聪明人，他已经猜到是谁在捣滚了，就连说话也开始放空自我。监察院真要抓人，早就把人抓回来。二爷，老奴还在呢。我们说的话，你都如实报与陛下，这才显得坦荡。他甚至当着侯公公的面叫范闲装傻充愣，不要帮腔。接下来这出戏你要好好看，用心学，将来就是你和陛下搭台了。庆帝上来就对林相一顿猛夸，还说没有他就没有庆国的一切，是百官的榜样，万民的希望。可林相并没有接他的话，而是一脚踢倒了座椅。林相自称年迈体衰，老眼昏花，连座椅都看不清了，说着就要给庆帝请罪。刚才已经说了，林相功高啊，何罪之有呢？庆帝一句功高已显露他的用意，双向奔赴的星眼开始殿堂级表演。林相一直声称自己百病缠身，早有告老还乡的打算，但庆帝却假装不信，试探范闲。范闲，臣在。你觉得林相说的是实情吗？回陛下，臣年纪小，看不清楚。庆帝担心的是总监走后，部门经理也跟着不干了，但林相一句话就打消了庆帝的顾虑。能说无过，亦是侥幸。有功有过，两不相欠。年纪大，欠不起。眼看林相去意已决，庆帝还想打探出他的党羽，于是让他推荐一个合适的相位人选。我要说有人能接我班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不识人呗。所以这个宰相的位置还是林相。可惜我老了。每一步都是庆帝的意思，但每一步都是林相自己说出来。庆帝句句挖坑，林相句句跳坑，能做到这个位置没有一个简单的。最后林相决定留下大宝，并把他寄养在范闲家，看似合情合理，没有破定，实则是断臂求生。只要大宝在京做人质，庆帝就不用担心林相搞鬼。还有一点就是借儿子之名，自己走后门下也不会为难范闲。其实庆帝幻象之心藏得很深，他顺势而为，没有留下痕迹，借此机会送走了林相。林相更有自知之明，主动提出离职。帝王权术他是看得明明白白，让你彻查往年舞弊，借命案送我一程。所以这一步一步都是为了您。
就是为我准备的。太子二皇子的那点伎俩，在庆帝这里都是小儿科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林相而准备的。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看不透庆帝的心思。陛下让你把我逼走，就是要你做功臣。我懂，你懂个球！陛下要的不是你要。林相一下台，贺公子立马升官加爵，直接晋升督察院御史。赖总要是知道了，不知道会不会蹦出棺材参他一本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位女仆主先前还哭天喊地的要为丈夫申冤，现在却说找到了新欢要撤回状告。不知道新欢是不是这位严大人？毕竟他年轻的时候剪竹竿是一把好手。严冰云一听说有这样的后妈，恨不得现在就刀了他们。而老袁身边的黑旗也全部撤走了。自从林相的事尘埃落定，庆帝撒出去的网已全部收回。五竹刚现身不久，费介就遇到了刺杀，杀手的武器竟然跟五竹的一模一样，一把铁签就刺穿了费介的身体。虽然他是用毒宗师，可遇到这种神级杀手只能认栽。但好在他遇刺前就把杀手的行踪告诉了范闲。凶犯到了京都之后就找不着人了，两种可能，要么就是大人，那另一种可能呢？虽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五竹，但他绝不会随便杀人。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，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随之而来，悬空庙浮出水面，此庙依山而建，孤悬在空，上山只有一条路，背后全是大悬崖。为了试探庆帝的实力，陈总派出九品巅峰的影。他假扮侍卫伺机而坐，准备给庆帝来一场血色狂欢。由于范闲出色的表现，直接打消了庆帝的猜忌。自废相之变后，范闲就已经得罪了庆帝，如果不是他交出林相的册子，恐怕早就被大刑伺候。老范见庆帝没有表态，于是掏出了自带的直尺，说着就要教训抗旨不遵的范闲。范家一族向来势均以忠，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逆子？你准备怎么处置？家法伺候。准。打！范建拿起尺子高高举起，迈着魔鬼的步伐，就是没有下手。范家的家规堪比满清10大酷刑，这场家法除了御书房板砖，并无其他伤亡。好了，别装了。庆帝见册子到手，对林相事件便不再深究，他甚至还催范闲快点结婚。范建、范闲，你们听好了，这桩婚事不是你们的家事，是国事，是国事。陛下英明，臣领旨。有了庆帝的官方认证，父子俩简直乐开了花。范闲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怎么样？有事没事？我成亲了，回头来喝喜酒。成亲。很快，范闲在宫里的消息传到了陈总这，得知范闲没事，他总算放心了。唯有王启年哭哭啼啼，跟死了老婆一样。由于监察院6处高手被人刺死，陈总安排王启年出京查看。等王启年赶到时，现场已经被团团围住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命案，竟出动了黑旗？可王启年命只有一条，但要命的是不止一件。由于没有仵作，王启年变身法医秦明，准备验尸。若有敌踪，全力冲杀，伤亡过半时，分兵抵挡，护送王启年回京都。王启年的验尸结果出人意外，凶手不但剑术极高，出手更是毒辣。他从江南一路杀到京都，6处高手就是最后一个，也就是说此人极有可能到了京都。陈总把所有死者归类到了一个册子，可诡异的是上面竟还有林拱的名字。要知道林拱可是被五竹一剑送走的，这背后的谜团越来越扑朔迷离了。陈总之所以让王启年跑了趟，就是想让他把消息传给范闲，而二皇子逮住林拱的事不放，准备在范闲婚礼上大搞破坏。您接受婚约和叶小姐来往，就只是想要得到这个答案？别把我想得这么坏，只要把这消息告诉君主，这场婚事就再也不可能发生。谢必安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坏的想法。得知消息的范闲瞬间坐不住了，能拥有如此身法只有4大宗师，还有宗师杀手五竹书。天脉者和苦修士很少行走在世间，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你没看错，不会错了，大人。2次伤势非常相似。范闲当然不相信是五竹干的，对他来说，五竹不仅是陪他长大的亲人，也是他坚强的后盾跟精神支柱，更是他危难关头的守护神。即便他有时需回神庙更换电池，但绝不是杀人狂魔。这一刻，范闲似乎察觉到了五竹的气息，那个风一样的男人，他真的回来了。该叫我一声娘了吧？本是冤家死对头，如今要叫一声娘，范闲要刀人的眼神完全藏不住。长公主貌似离开自己的封地，不仅仅只是来参加婉儿的婚礼，她甚至还挖了个大坑等着范闲跳。很多人都担心她会在婉儿的口红上下药，但直到她说完这句话，我才知道是我肤浅了。我这辈子有一点是认准的。什么？这天上地下，我李云瑞最美。虽然有人眼下看不到我，但也不是我的错。长公主年方50，风韵犹存，确实是庆国第一美。而他口中的那个人其实就是庆帝，他终其一生都想得到庆帝的青睐，可庆帝却娶了天外来客叶青梅。如今女儿大婚，他打心里开心，还说要为婉儿梳最后一次妆，送她到人生的下一个站点。娘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范闲争斗了？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。刚帮婉儿梳完妆，长公主就准备离开了，可婉儿舍不得拉住她的手不放，鬼知道她心里有多难受。可长公主却甩开了婉儿的手，也许从婉儿结婚这刻起，他们就已经划清了界限。站住！从今往后，把我这个娘
从你心里给挖出去。范闲结婚并不想搞得太隆重，而是打算弄个简单的家宴。但这个家怎么少得了陈总？我成亲您来不来？那是你的家宴，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！我早就没有家了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试问范闲又有什么错呢？他只想给所有的爹一个家，可陈总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，顺手塞给了范闲一个大红包。至于里面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里边装了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祝你永结同心，100年好合。大婚之夜，范府门庭若市，所有排得上号的都纷纷前来祝贺。第一个下车的就是太子，这种场合怎么少得了他呢？王启年刚准备接客，突然一匹军马冲破人群，800里加急送来了一封信件，一问才知道是北齐小皇帝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朵朵带血的催更信吧。催我更新的什么意思啊？红楼，北齐小皇帝喜欢看，就这。与北齐来往，范闲没有一点避讳，甚至把信交给了太子查阅。他就是想借太子之手把消息放。天下4大宗师苦荷要收若当关门弟子，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？这上面说了，门没关严，再关一次。此举既断了晋王世子的念想，也帮范若若逃了婚。可二皇子婚都还没结，就牵上了灵儿的手。但作为代价，他答应不破坏范闲的婚礼。可太子却对他有不同的看法。幸亏那人被禁足了，要是他来了，还不够添乱的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二哥不必多礼。哦，没行礼啊。太子笑里藏刀，还提了一嘴二皇子禁足的事。只是二皇子早有准备，他已经向庆帝请示过了。兄弟们表面一片祥和，背地里早已风起云涌。唯有大皇子一脸憨憨，吃瓜看戏全程在线。二皇子知道内裤空缺，上来就掏出50万拉拢范闲，还说找商铺照顾内裤的生意。见二皇子抢人，太子逮着他就是一顿口嗨。兄弟俩当着范闲的面就吵了起来。范闲等了5年才成亲，两位大舅哥瞬间把他气上天。我可不敢像二哥一样私下接堂，我这边你也考虑考虑，总好过卖身求荣啊。哼，又说话了。范闲只拿了一张银票当贺礼，婉拒了二皇子，又以度蜜月为由拒绝了太子的东宫之邀，并开启飞行模式，人神勿扰。而若若抢了红娘的活，直接牵着嫂子朝大堂走了。范闲出门相迎的那一刻，眼神里充满了喜悦与期待。不应该喜婆牵着吗？这差事是我抢的，重要时刻我要见证，两心一线，永不分离。范闲牵着新娘缓缓走进大堂，去他的皇权争霸，去他的耳语。这一刻才是范闲最幸福、最温暖的时刻。灵儿还是不放心二皇子，于是一把拽住了他的手。可下一秒，婉儿又被另一只手给拽住，定眼一看，竟是大宝。全场的人都蒙圈了，不知道大舅哥究竟要做什么。我一定要现在说，婉儿，爹有一句话，一定让我在你大婚的时候告诉你。什么话？他让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范闲刚结婚就遇到了辣手事，高堂之上有父无母，这要如何行礼拜堂？等等，姨娘，你坐那儿。万万不可，我不是范家主母，礼法上做不得。礼法不认，我认。范闲给足了姨娘的面子，只是一句话就把她的地位拉满，这也是范思哲对她死心塌地的原因。夫妻交拜，拜。可就在这时，侯公公却带着一队人马匆匆赶来，后面还带了一个特殊的礼物。可揭开一看，竟是100年好合司的大本，这一看就是陈道明老师写的，上面还盖有庆帝的玉章，其用意已经不言而喻了。殊不知这副牌匾日后将成为范闲融资的金字招牌。接下来就是各位想看的洞房花烛夜了。你出来啊！别躲床底下了，都听见了。思哲，嫂子。人家都是趴在墙角偷听，这家伙直接钻在床底下。可范思哲刚走，大宝又来了，林相叫他卷在那，可没叫他卷在妹夫门口啊。我看完你跟婉儿亲亲以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当心你的红果被别人偷走了。对呀，那是爹给我的红果呀，这种东西别人偷看都不要紧，五竹这家伙可能自带录像功能。此时的他已经记忆全失，对以前的事情完全想不起来。但幸好他还记得范闲。自从跟苦河大战后，五竹就去了江南，因为那里曾是他跟叶青梅走过的地方。他试着找回自己的记忆，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江南死了很多人，听说了，我没动手，那就不是你啊，那是有人要陷害你。虽然江南事件不是五竹干的，但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他，以至于五竹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。他来京都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范闲。我不该再见你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我遗落过去，前世难寻，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你。五竹更担心自己失控时伤害范闲，临走前他让范闲帮忙确认了武器上的血迹，但很明显什么都没。这上面有血吗？没有，我看得很仔细，这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血迹。这一路上我一直没让他战胜，那就说明不是你。眼看范闲有了自己的家，五竹甚至有一丝失落，也许他觉得自己多余了。没有永远，但我这一生
你不能缺席。最后五竹叮嘱范闲，让他带上黑香去苍山一趟，随后就消失在了夜色中。五竹走后，范闲给婉儿戴上婚戒，还说会把新世界的记忆说给他听。不知道婉儿听完会不会要一个大钻戒？我竹叔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竹叔的故事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今天不是说故事的时候。那应该做什么？好问题。接下来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剧情，我就替各位看了。可一大早，范闲就被一处的人围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庆帝驾崩了。原来一处的兄弟在门口守了一晚，这回才有时间过来给范闲拜会。监察院又不是私产，老王罚你半个月俸禄，给兄弟们打赏。最后还是婉儿打了圆场，把这个赏钱自己给揽下了。婉儿不愧是范闲的贤内助，对一处的人更是一顿猛夸，特别是对王启年。王先生，使不得夫人，您要高兴的话，您可以叫小年年。我家相公总是提起你，他说他脾气怪，性子拗，在京都没有几个朋友，但王启年便是其中一个。金牌狐狸饲养员人形高铁王启年，这下他对范闲更是忠心不已了。按照陈总的嘱咐，范闲打开了红包，可里面只写了3个字：庆余堂。可千万别小看这3个字，这可是叶青梅留给他的世界500强。虽然他的产业已经归于内部，但里面的职业经理人还在外面。看到董事长的儿子前来视察，掌柜们个个拱礼相迎，一顿操作把范闲都搞懵了。直到大掌柜示意他拉开幕，他才知道老娘的良苦用心。叶青梅，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叶青梅死后，掌柜们一直没有离开，只等范闲回来继承他的衣钵。虽然他已经死了多年，但庆帝还是非常忌惮，甚至还安排眼线盯着庆余堂。这也是大掌柜一直没去找范闲的原因，他是怕给范闲惹麻烦。但说到写诗，大掌柜又瞬间来了神，眼睛瞪得像红绫，射出闪电般的精明，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。最后大掌柜承诺10天内帮范闲筹到2000万补全内裤的亏空，但还是被范闲拒绝。在庆余年看到投影仪不算什么，单口相声也不稀奇，这把枪神巴雷特才是重中之重。若先天医学圣体，要爆改成巴雷特其实也不难。如果再骑上王启年的话，那来100个大宗师也得死。冒昧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战力？能打大宗师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自从五竹失忆后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，找个人保护范闲就迫在眉睫。而若就是不二人选。影子得知五竹来了京都，他连夜追到范府，还想找五竹求教武学奥义。要知道他哥叶流云就是被五竹打成大宗师，只可惜半路被费介拦下，为此两人还打了一架，双方各有不服，当着陈总的面吵了起来。吃你的面！费介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江南事件，但他并不相信是五竹所为。至于神秘人是谁，陈总也没有一点头绪。范闲大婚后欠了一屁股国债，可他还想请假去度蜜月。奇怪的是，庆帝不但没有拒绝他，反而给他放了个长假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劝范闲放弃内裤之事，表面上是为范闲好，其实又在给范闲下套。但范闲也不傻，他将计就计，接下内裤这个烂摊子。内裤的亏空，我来补；天下的灾情，我来赈。陛下的旨意，一个字也不能改。你敢抗旨？臣已接过旨。有个唱红脸的爸，唱白脸的妈，加上唱孤勇者的他，范闲最后决定去苍山一趟。他哪来的底气？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，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陈总还安排了黑旗护送。而这次蜜月之行，范闲也没忘带上弟弟妹妹。随后他交给范思哲一本册子，上面竟全是京都富商的名单。范闲还想邀请他们到苍山赏花，要补上内裤亏空融资就是最好的出路。当然这些京圈大佬也不傻，他们早已看穿范闲的伎俩，但碍于情面，他们还是决定去一趟苍山。一来是想补上范闲的贺礼，二来也可以打探范闲的虚实。可得知消息的御史却个个赖祖附体，还说范闲敢贪污就往死里参。不料这些话又让贺公子听到了，于是他飞鸽传说给了义父。只是范闲并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，而是全力筹备库债发布会。交点礼金就罢了，得要钱。我可没有啊，我可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大厅的窗帘却被突然拉下，屋内更是一片漆黑。范闲上台就声明了2点：一来他不收结婚贺礼，二来内裤的事他一人扛。此话一出，就像给商贾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接着范闲成功学大师附体，上演重生之我在庆国开证交所。他利用发布库债来调动现金流，从而补全内裤的亏空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商人购买他手中的库债，可以作为市场流通的货币。内裤盈利后，他们也会得到相应的分红，而买到的债券可以随时找国家兑现。但由于观念太超前，马总理总没一个听明白的。可碍于范闲的面子，他们还是愿意资助一些。我出200两，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我买500两。
现在就买，那我就300两，我买5000两，5000两，怎么想？范闲对王权争霸是一把好手，但对于金融证券还是少一点经验。好在他做了2手准备，接下来单口相声范思哲上场，德云社附体的他侃侃而谈，从国家兴亡到民族大义，从民生改善到福祉增进，还说买了库债就是为国家分忧，鼓励大家做新时代的主人，当老板爹。但商贾们更担心范闲倒台后买的库债会变成一团废纸。好在范思哲早有准备，还搬上了庆帝御赐的牌匾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，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范思哲不愧是商业鬼才，说话有理有据，思维清晰有序，我差点都要扫码付钱了。庆余年终于迎来了高燃剧情，悬空庙刺杀庆帝命悬一线，影子第一次展露真容就被范闲拿捏。虽然范闲酒品不到，但因对酒品上进的影子游刃有余，甚至追着他满山跑。范闲本在山下清闲自在，直到悬空庙浓烟四起，他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毕竟上面还有几个爹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原地起飞，踏云步外接纵云梯，迅速朝山上奔去。由于悬空庙四面悬崖，侍卫们只能用砂石灭火。当范闲赶到的时候，现场乱成了一锅粥。小范大人，你怎么还不去护驾？好了，协助叶大人查清火源。是，担心上面出事，范闲一刻都不敢停留，说不定此刻杀手已经动手了。虽然范闲诸事缠身，但轻功一点都没落下。可当范闲赶到时，上面却风平浪静。有人放火，你放的吧？我是来护驾的。护驾？火呢？灭了。灭了护什么驾？百姓进来。虽然庆帝骂骂咧咧，但对范闲的举动还是颇感欣慰。只是范闲处事谨慎，洞察力非比寻常。他极力劝阻庆帝回京避难，可庆帝却不以为然，还说范闲胆小如鼠，一点小场面就吓成这样。百官们更是兴致盎然，把酒言欢，对接下来的刺杀毫无察觉。为了缓解气氛，庆帝还主动哄了哄儿子。朕把李承泽禁足了半年，满意了吧？我哪敢去和他喝一杯。你我之间总要做个了结，等着那一天来日方长，指日可待。就当二皇子跟范闲喝完死敌酒后，空气就突然变得安静，气氛也越来越诡异。果不其然，原本护驾的侍卫突然掏出大宝剑直奔庆帝去，整个场面瞬间乱了套。唯有庆帝稳如狗不动也不闪，杀手们潜伏在庆帝身边多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但这些都只是开胃菜，这场刺杀真正的主角是监察院6处主办影子，他以自身酒品的实力刺探庆帝，手中长剑更是锋利无比，速度之快宛如闪电裂空。范闲为救三皇子硬吃了影子一剑，但好在没有伤到要害。随后他一击排云掌，直接震飞影子。在场能打的除了范闲就只有大皇子，他拼命牵制住小兵，给了范闲solo影子的机会。范闲放出毒针试图牵制影子，但不料都被他一一挡住了。接着一个侧空斩跳下了悬崖。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，抓着他。这时的百官才反应过来有刺客，个个被吓得嗷嗷大叫。影子在屋檐奔走，如履平地。范闲紧随其后，没有一丝懈怠。为了摆脱范闲的纠缠，影子一跃而下，跳入万丈悬崖。虽然范闲离酒品还差一点，但依然没有让影子拉开距离。影子催动真气，健步如飞。范闲更是火力全开，势必要逮住他。这时的庆帝终于坐不住，为了吃瓜看戏，竟一跃而起。大宗师的实力展露无遗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惊呆了。这老登深藏不露，一点都不像要保护的样子。陛下，怎么范闲一个人追过去了？你怎么不关心朕的安危啊？陛下气运如中，自然有惊无险。可我儿子……别担心，进位封山，范闲不会有事儿。影子似乎对整座山熟悉无比，他没有朝深山飞去，而是选择了无尽竹林。他既不想跟范闲对决，也不想干掉范闲，更多的像是牵着范闲走。接着影子虚晃一枪，准备调戏一下范闲，但依旧被范闲轻松躲过。两人冲破竹林，直达绿叶之巅，西天取经都没他们这么赶，更别说卧虎藏龙的味道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，两人终于来到了塔里。范闲掏出小李飞刀向影子射去，但这对影子根本不起作用。眼看目的达成，影子终于说话了：“小范大人，你不累啊？不躲进山林，还想回京都？没想到小范大人追得这么紧。我说的是回京都，你不反驳，说明你就在京都。”范闲无时无刻都在套影子的话，他无非就是想确定影子身份，只是他还不知道影子是陈总派来的，这就是他只守不攻的原因。火爆全网的庆余年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叶流云更是气场全开，他为了杀范闲独舟过江，轻功之高连王启年都望尘莫及。
影子更是紧张到了极点，即便他们3个9品联手，也未必打得过叶流云。你看他开螺旋桨的气势，没有800也有2000。围观群众哪里见过人造飞船，个个飞奔到岸边观看。毕竟大宗师出手世间罕见，他们不出手也罢，一出手必定毁天灭地。面对叶流云的威压，范闲心里也没有底。叶家被放逐，范闲脱不了关系。如果叶流云要报复，此刻就是下手的最好时机。其实，在交战前，范闲就想用巴雷特干掉叶流云，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，因为他想赌一把叶流云的人性。但这个家伙似乎并没有人性，他隔空取下影子的佩剑不说，还准备对范闲动手，但范闲却说叶家是庆帝放逐，至今还没有灭族，此刻杀了范闲，叶家无疑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可还没等范闲把话说完，叶流云就挥出一剑，剑气过处如天崩地裂，就连影子也差点摔倒在地，剑气更是穿越100米外的9楼。好在楼上的人完好无伤，本以为他会干掉范闲，但这一剑仅仅只是斩断了范闲的头发。范闲知道他赌赢了，叶流云跟其他大宗师不一样，他还有一抹人性尚存，他更不想送叶家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再加上叶青梅的缘故，叶流云最终还是放过了范闲。就当范闲质疑叶流云的斩楼一剑时，脚下的地面瞬间朝前方断裂，顺着剑气的方向一直延伸到石门。叶流云对剑气的把控已经出神入化，在不伤人的情况下还要斩断沿路建筑，一般人绝对做不到，用恐怖如斯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。大宗师的实力毋庸置疑，其实在范闲来之前，他的真气就已经爆裂，气息紊乱散布在体内。为此他还向朵朵要了一本心法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越练越不对劲，差点走火入魔爆体而亡。一问才得知心法本身就有问题，苦荷为了防止他人偷学做了手脚，如果不是朵朵及时修正，范闲很有可能会练成白痴。而邓子越在范闲下江南前就成功打入了明家内部，他还探到了3大方的秘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明家已经把3大方迁到了郊外，表面上还是内库的产业，但实际上组织架构都是明家所有。范闲此行就是要拿回叶青梅创办的企业，为此陈总还安排了黑旗随行帮范闲开路。这次的闪电突查并没有给明家喘息的机会，有黑旗清场行动还算顺利，可这明明是内库产业，里面却挂满了明家旗帜，其用意已经不言而喻。为首的管事更是嚣张至极，带着护院就要对抗黑旗，还声称3大方是明家私产，不允许他人踏足。眼看老娘的产业被人霸占，自己却成了小丑。范闲今天就要教他如何做人。萧管事无恶不作，他拖欠工人工资贿赂官员，更是隐瞒矿难吃死人饷，枪毙10次都不够他死。更气人的是，面对铁证，他还咄咄逼人，不依不挠。范闲抄起大宝剑就送上了真挚的问候。此举按庆国律法合法合规，在场但凡有违法乱纪，都已经被监察院登记在册。那些不长眼的恶徒都被范闲一一正法。就这样，他用自己的行动平定了3大方。随后，范闲乘坐矿车准备去武器库修好背上的巴雷特，才是重中之重。当然，明家不会善罢甘休，面对范闲的盘查，他们早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。明老太君更是心狠手辣，关键时刻竟要拿亲儿子顶罪，真是母爱如山，如山体滑坡。小明更是萌生了干掉老太君的念头，但回头一想，他又放弃了。毕竟兄弟多不一定是拿他献计。而修好武器的范闲从矿洞走出来，在听闻叶流云来了后，他驰马飞奔就要赶往码头。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当叶流云走后，范闲抓住命运的头发，神态变得无比复杂。一句我回来了，本季到此就要结束。他似乎真的找回了自己，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人生目标。关于圆梦去哪了，他手里的命案又将如何收场？范闲差点死于影子之手，为什么最后又握手言和？庆帝跟神庙到底又有怎么样的联系？这一切的谜团都将在大东山祭祀揭晓，作为全剧最高潮的集中爆，让我们第3季不见不散。